Hello，大家好。我觉得大家可以从今天的这个场景就看到我们是来到一个比较不一样的一个形式，就是我们接下来会想要用这样子，透过这样子跟人家采访的方式，就是真的是去了解大家具体来说是在日常中或者是在工作中是怎么去使用 AI 的。所以我们今天邀请到了我们来宾 Simon。那 Simon 呢，他很特别哦，他是台湾人，但是目前为止在马来西亚产业已经开到了20多家。那我们请 Simon 来个自我介绍。大家好，我是 Simon，我本身是台湾人，我是2017年来到马来西亚创业。那我们本身做的是台湾料理。我觉得对你最好奇的一个地方就是为什么会来马来西亚？因为就是像我自己就是去台湾去读书嘛，我大学的时候在台湾去深造的，所以我就会觉得，尤其是像我的身边的人都会觉得，可能台湾是一个更适合生活的地方。但是为什么你会是从台湾来到马来西亚？这个我每上一个 podcast， 他一定会问的第一个问题，基本上就是这个问题。OK， 先回答。我觉得你刚刚讲到一 part 很正确，就是其实台湾很适合生活，但你说要创业要发展，确实对于没有资源、没有背景的年轻人会比较难，是因为台湾的地理位置其实是很狭小的。马来西亚是它大概9.5个台湾，就是大小啦。这是第一个，所以你会看，我相信你在台湾待很多年，你会发现那边的房价很贵，那边的价格你这边应该可以买七个 bungalow 或者是8个 bungalow。所以来到我刚刚讲的前面讲到那个创业的部分也是，就是创业的成本在台湾也是非常非常高，但马来西亚基本上创业的成本我觉得相对比较低。对，然后那时候我会来是因为我妈妈本身比我早大概7、8年时间来到马来西亚，她也是创业，也是开餐厅。所以一开始来，我这个故事也是分享很多次，就是我来一开始其实不是要开餐厅，我来其实是想要卖 gelato 冰淇淋，因为那时候我来的时候，我发现马来西亚很特别，没有冬天，没有秋天冬天，它就只有很热，非常热嘛，就一年四季都夏天。我想说，在这个市场只卖冰淇淋应该会不错吧？我那时候其实也没想很久，我只是看完觉得马来西亚可以，我就把台湾所有的家当准备一下就搬过来。然后一开始我讲这个想法的时候，我妈他们其他朋友都笑我说：“你在这边卖冰淇淋，这应该是疯子。”我想说奇怪，一年四季夏天卖冰淇淋不行嘛？对。然后3个月后我就找到答案。我后来发现，你自己回想，你自己想，应该是就是我们现在出门基本上一上车就吹 aircon， 一下车也是进到 aircon 的地方。基本上你会让你想要吃冰淇淋的时间是非常非常少。我那时候就意识到这一点，我就知道我不能做冰淇淋，所以那个时候我一开始就回到，不然我把我妈的餐厅给做成连锁好了。对，所以那样子就开始了我的创业之旅。不过后来我没有帮我妈放大，因为我妈妈蛮受不了我的太多想法。等一下在后面你会聊到，就是我的其实很多想法不是来自于当个行业，就是我其实会跳出那个行业的很多想法去找很多 idea。对，所以这个也会看在我们为什么做连锁上面，我们做的比较多创意的东西，就是因为我们从很多行业去学到新的知识，我们就把它 apply 在我们的事业里面。我就跟你讲那个冰淇淋蛮特别的。我自己本身是很喜欢吃冰淇淋，所以你觉得还是因为想起冰淇淋的场景是很少的？对，基本上你回想，我自己在马来西亚生活9年的时间嘛，我现在回想我会吃冰淇淋的场景，也就是除了现在就多一个去 Family Mart 买一个冰淇淋，还有去蜜雪嘛。但如果正常你都是在 mall， 就是走一走，不然买个冰淇淋吃好了，或者是大家刚吃完午餐没地方去又不想走，就可能会去 Inside School 里面坐着吃它的 waffle 加冰淇淋。大部分的使用场景，但台湾不是，台湾就是什么，我走3、5步就有一个全家 7-Eleven， 我就可以进去买一支双淇淋走出来吃。我最记得的是我在那边吃冰的时候，就是夏天的时候找不到一些热的食物，比如说像我想要吃热的汤圆、热的豆花，在夏天是完全找不到。对，比较难。我就，但是因为我们有时候就是想，虽然很热，但是就是晚上还是怎么样，就是想特别吃，就反正找不到。你这个场景就让我想到那时候我刚来，我也很纳闷，为什么马来西亚居然有人会卖火锅？就怎么会有人想要去吃火锅？我后来才想，确实。就是有时候你看天气热，可是你又进到冷气房，你会想要吃点火锅。尤其像我自己来到这边久了，我也是一遇到下雨天，我也想吃火锅。虽然没有到那么冷，但是就是想说吃火锅。就我觉得蛮特别的，就是你换个地理位置，你的消费场景又不一样。
真的真的，而且不一定是热的就可以，就想是冷的对，这样你觉得啦，就是在这里创业，因为我不确定你在台湾有没有，或者是可能认识一些人，你觉得在这里创业餐饮业跟台湾餐饮业的差别是什么？你刚才提到一个是可能成本上是比较低的，对吧？我觉得光租金成本吧，租金你可能在台湾，你同样的价钱，你可能只租到这边的1/3，它是缺点，但是换在马来西亚有时候也是麻烦的是，就是你一租就要租大间店，马来西亚很少就是他会切店面出来租，不然你一般都是租到随便一间可能就是1000多、2000多方尺的店面，但台湾就是基本上你租都是小小的，这个是创业成本的第一个，第二个就是我觉得是容错成本。就是你能犯错的成本相对的，就是在马来西亚你可以犯错比较多次，在台湾你可能犯错1、2次，你就烧完成本。我举例来讲，举一个最实际的案例，就是打广告，在台湾打广告成本是就 for FB 的广告可能是非常非常高的。那在马来西亚，我觉得至少是1/3吧，1/3的价格。这个我蛮纳闷，为什么会有差别？我在想，应该是第一个是因为台湾本身在商业这一块，就尤其是 FB 打广告我们叫投放广告，它可能相对已经成熟很多，所以竞争者就多。因为大家都已经有那意识，就是我要投广告去拿曝光拿流量。但你看马来西亚，它是相对比较慢一点点。吉隆坡可能比较竞争，可是你去到外县市，就基本上几乎没有人在做 FB 广告。我觉得这也是很神奇的地方，就是马来西亚就是你什么样都可以存活下来。OK， 我不知道你有没有去过有一些店，你就觉得这种店在台湾应该是不能存活，但是它在马来西亚却可以存活得很好，因为我觉得它主要它营运成本不用很高，因为第一个租金低，第二个它人工又便宜，所以它基本上不用做到像台湾你要可能做几十千对 sales 才可能存活下来。OK， 那我们接下来聊的应该是关于扩张或者是开分店，因为你有经验开了20多间分店嘛，但是因为我对产业不了解，或者是说我会觉得。我之前看过一个类似的报道，是好像其实很多分店是你每开一间，你要承受的那个压力，它是成倍数的。但对你来讲，就是扩张是一个相对容易的事情吗？还是说从0到1是比较难的？其实现在来讲，对我们扩张是相对比较容易。底层逻辑是因为你有一套成熟的系统，你可以复制。那如果你说之前，其实我以前就是没有做好，就是系统化，所以我那时候第2间店，我大概是2017年创业嘛，第2间店是在2019年开。我那时候就想说第1间店稳了就开第2间，这是很多老板都会有的心态，是反正第1间店稳了我就来开第2间。可是所谓的稳，你怎么样去衡量它？稳这个字，稳其实很抽象。我那时候忽略掉的是因为我有在店里看这间店，所以它当然相对稳嘛。所以到第2间店的时候，我就想说，反正我就把第1间店做的事情直接做一模一样嘛。结果后来发现最大的问题点是，第1间店没解决的小问题，到第2间店它会放大2倍，甚至超过2倍。OK， 能不能举一点例子？我举例来讲，像那时候我们做生产一些产品，就我们做卤肉饭嘛，我们要提前卤制那个卤肉，然后那时候我就想说，不然统一在第1间店生产。那时候我没有衡量到是第1间店它产的够他自己1间店用，但是他突然间要新增第2间店也要用的量的时候，那个整个流程会很乱。而且员工的那个生产能力、产能会遇到一个很大的问题。然后再来就是原本可能你一开始1间店你可能只需要管几个员工，第2间店你基本上要 double 嘛，所以你可能很多行政流程你是没有设定好，比如说员工打卡到底几时要收回那个卡片，所以那时候连这些小细节我都觉得哇，这些把我的麻烦放大很多。因为你想，你一天只有24小时，你原本可能只花6、7个小时解决这个问题，但你第2间店可能正常人讲就想说，不然你就 double up。可是其实 double up 之外，你还有很多细节，就是怎么样没有注意到。比如说第1间店员工有时候迟交，那如果连第2间店员工也迟交，第一个他会有一个地理位置。那时候我们还要用很传统的打卡机，你在那个位置，他在另外一个位置，变成是他们要交给我东西的时候，我都要等他们交过来的时候，那边时间就有时间差。所以就很多这种小小的细节，会导致没有想象中那么简单，你就可以复制第1间店。然后直到后来，我们很多东西，第一个有成熟的主管嘛，第二个就是这些东西是我们过去已经累积踩过了坑，所以我们已经知道第2间店我们可以怎么样做，新的店我们怎么做这样子。
比如说像现在很多我们是打卡直接拍照电子化， OK，对，那以前当然也会用拍照，只是就是那个时候的心态就会觉得说我什么东西都要亲力亲为，反而你真正把一些东西放手让它系统化的时候，这个等一下我们后面会聊到嘛，只是关于 AI 这个也是连接到未来我们使用 AI 上面，你怎么样可不可以系统化跟自动化的一个最核心的逻辑，然后最重要的是你有没有累积这个数据，因为很多决策以前你在几间店的时候，你做决策是没有数据的。真的讲难点凭感觉，像我们那时候，你说我们那时候选址有什么科学逻辑吗？讲难点就是觉得地点不错，有人流就开了。OK，对，那现在就是会考量到很多东西，就是你会考量到人流量、停车位，然后客群，然后还有在地的竞争者，就做一个全面性的分析。我觉得这个就刚好令到，就是因为我看到，我不确定系统要做成系统之前需要什么样的一个具备条件。比如说，像我看到其实蛮多餐厅可能还都是使用手写单，或者是不管是老板娘自己来 order， 或者是让我们去写手写单。那你觉得有 POS system， 或者是什么样才是叫做有系统，或者是什么样才是叫做有数据？我觉得这边在讲这个东西之前，我觉得要先调整一个概念，叫做手写单不一定是错，用传统的方式做也不一定错。但是重点是问回你自己本身，就是操盘那个人自己本身，他的事业体想要做多大。你如果看那些板面店的老板娘，或者是那些小吃店，他们用手写单，或者是比较手动的方式、比较古老的方式，他们没有错，因为他们的核心目标就是把那间店做好就好了。那讲来你也，他们也要系统化，他们要连锁的人，你干嘛要叫他去用系统？不，没必要，没有意义，因为他可能人生他就只要那一间店。但如果你今天目标是想要把你的企业变连锁化，或者是开100间、200间、300间，那系统化就是你最基本的东西。你要怎么样量化？就是你要可以衡量，那你要衡量的前提条件就是它要产生数据嘛。那你手写单你不可能手写完你晚上在那边拍照的时候再把它输入电脑嘛，那你就是多一个工，你不如就直接一开始就用 POS 系统。所以很多人会有一个认知错误，他就是说我开一间店也要所有系统，没有。如果你今天这一生就是下定决心，我就是只想把这间店做好，那你用再传统的方式我都觉得没有错。但如果你今天你一上来，你的野心、你的目标就是想要说，我想要做大连锁，想要未来可能想要走上市或者是怎样，那我会建议你第一开始就把这些基础的系统搭建好。就刚刚你讲的最基础的就是连 POS 系统，最一开始就要有。因为像我一开始我也是很纠结这东西。我那时候就是因为我没有设定好这个目标，所以我中间就踩了很多坑。所以现在为什么我可以直接讲出来？宁愿你一开始设定好目标。比如说你一开始就设定好你是要去槟城还是去怡保，当然你中途可以改目标，比如说你今天去觉得你一开始设定槟城，你后来觉得说，不然我在怡保停留2个晚上也是可以的。但是你如果没有从一开始今天设定一个比较长远的目标，你做起事来，你就很多事情都是我会花很多时间在那边改。OK， 这是不是你可以讲以终为始的？对，就是我觉得就是如果你一开始你就知道你自己的终点去哪，你就以终为始，倒回来设定。对，这样子其实做起事来，包括你刚才提到很多小事情，其实在处理的时候，你也会比较想过，如果到第2间分店、到第3间分店，是不是也可以一次过解决这个问题？对，就不会是遇到一个问题解决一个问题，然后第2间分店又再次发生一样是重复一次发生的。但关于人才的部分，因为我不确定餐饮业的情况，OK， 但是我感受到的是，餐饮业的人才会比较难留，因为可能它的门槛比较低，但是可能我们的起薪比较低。那你觉得在马来西亚或在台湾，对于留人才，你觉得会有差别吗？还是因为你刚才提到成本上面？我觉得现在每个国家未来都会面临到一个问题，就是人才的问题，然后加上现在又有 AI 嘛，你基本上别人去做别的工作产生的经济价值，可能还比他做餐饮业。其实回到最现实的就是，第一个他能不能养活自己，第二个这个跟他未来有没有更大的关系。如果没办法解决这2个，其实你就算你餐饮业再好，福利再好，其实也很难把它留住，因为它永远都有更多的选择。其实现在台湾已经面临到，第一个它是少子化，所以愿意做餐饮业的人本来就已经很少，他又遇到少子化，然后即使他工资拉得再高，他也不会有人想要去工作的原因就是这边，因为他选择很多。比如说我现在的流行做艺人公司嘛，或者是做自媒体嘛，我自己一个人可能就做了别人好几个人做起来好几年的业绩，那我干嘛还需要去加入一个公司？然后加上现在又可以结合 AI， 所以我的选择就更多。
那回到这边，马来西亚其实马来西亚还没有到那么严重，但慢慢的会越来越严重一样，因为基本上餐饮业它一开始是体力活，那你今天要做到连锁做高职位，它接下来就是脑力活大过于体力活，当然还有一点点体力活，比如说像我们现在的主管阶级，他们其实大量的时间也是在花在思考上面，对 ，OK，当然这个就是我们现在等一下后面有聊到嘛，就是我们怎么样用 AI 去协作这一件事情。那回到刚刚你问的这个问题，就是人才其实你说请基层能力不太难，以在马来西亚，特别是在马来西亚相对台湾，因为马来西亚还有一个就是先天优势叫外劳大军嘛。OK，对。但是你上去，你餐饮业要上去要连锁化，要请管理阶层都是相对难的，那就会回到看你本身企业本身你有没有规划好的蓝图，让你的团队愿意跟着你去走。因为你问回你自己嘛，如果你今天加入一个企业，它没有一个未来的发展性，你干嘛要加入？所以这也是为什么现在那么多人愿意加入 AI 企业嘛，因为它是可能未来20年最大的一个趋势，对啊。对，所以我就是在思考，尤其是因为现在我觉得现在开始慢慢的，大家的知识水平一定会越来越高，所以一定都是上过大学。那这个时候他们为什么会选择产业？是不是会更难？会选择这个行业，变成你需要给的承诺更大吗？或者是？我觉得啊，我们自己的案例是，我们可不可以给团队一个看得见的一个，至少不要说，我讲直白的，你能不能看得到饼？以前的老板人家我们在讲说，老板会不会画饼？可能以前老板不太会画饼，所以只要会画饼的老板就会赢嘛。那你现在不只要会画饼，你还要能让他知道，你画完饼之后，这个饼怎么烤出来，你要有这个蓝图。很多老板没有意识，他就说我只是跟员工画饼。那重点是员工现在也很聪明了，他会知道，好，你既然说这个饼吃得到，那怎么吃？你秀给我看。所以变成是我们现在是带头让他们知道，让他们知道我们的饼怎么画出来。比如说我们讲我们公司未来要上市，那我们要做出来，那好，要上市你要做出什么样的条件嘛？我们就秀出来。而且很多老板会停留在一个我只要把这个饼画完，然后丢给他们做就会完成。没有，现在是反而老板要带头，尤其在 AI 时代也是一样。在 AI 时代，像我自己在带领团队学 AI， 以前我也是想说，我找到好的工具丢给他们，他们自己去学。没有，现在是我要带头去学。OK，很多时候是我自己用完以后，我发现了我的心得，我分享给团队，他们就一起感受到，老板是玩真的，然后大家就一起开始去玩这件事情。哦，这个刚好就接到我们接下来要聊的，就是怎么样落地 AI，或是，但我觉得可能在开始之前，我们先来聊的是餐饮业，因为我自己觉得是一个劳动力需要比较多的一个行业。那 AI 的帮助大吗？或者是说有什么部分是 AI？因为如果像你刚才提到，如果今天只是1-2间店，那其实用 AI 的，你觉得还会需要用这么多 AI 吗？你这问题问到很好，你讲到很正确，这个又回到刚刚前面讲，你的以终为始到底是什么？就是如果你真的一间店，就你的生活范围跟你的人生目标就只有那一间店，其实 AI 可能跟你没有太大的关系，你也不需要焦虑，因为其实 AI 可能帮到你也不大，可能未来可能等你老了 ，AI 可能我也不知道能不能帮到你什么。现在你在这个时间节点，你说帮1间店、2间店，甚至3间店以内的老板，我觉得能真正解决的应该是可能你的 daily routine 的行政工作 ，AI 可以先帮你减轻。那在我们自己本身，我们是已经连锁化嘛？连锁化其实我们在解决很多是一些，比如说在协助主管管理一些报表，或者是协助他们分析一些数据，跟接下来我们的潜在的发展方向，跟我们设计菜单，它就会有很多的可以应用的场景。OK，因为这个我觉得行业不同，我们可以来稍微 sharing 一下。因为我像我自己的，我的行业是做广告 digital marketing 相关嘛，所以我们一定是到基层的人都是在用 ChatGPT 生成文案、拍摄视频，也可以用到 AI，就是基本上我们是从基层到高层都会用 AI。可是像你这样讲，是不是怎样只有在店长以上的人才需要动到 AI 的意思？目前的话，确实比较常用到就是我们的后勤行政人员，是因为他们需要接触大量文书嘛，那还有我们的 marketing team。就是行销团队，他们也是需要用 AI， 然后再就是我们的主管。那我们当然还没有去踹到基层，是因为就我刚刚讲的，基层现在还在比较大量的体力活，他们其实每天就是想好我要怎么把菜做好。对，那你说现在能不能落地 AI 在他们手上？对他们来讲，你等于是给他一个没有用的工具，他也只会把它放在旁边。所以我觉得现在还不用走到这么快，而是你老板自己本身，你有没有先第一个数位化？你有没有把自己产生数据，然后把公司的资料库给建好？
很多人就现在就是马上想要回去，员工就要可以用。没有，这个等一下也会讲到很细节的东西，是你公司的资料库有没有开始建起来 ？AI， 你是不是每天用 AI 是全新的 AI， 还是它是一个你公司里面的一个老员工？他其实是懂你的公司是谁？我觉得这边可以稍微 break down 多一点点，因为为什么要有数据或者是数位化对一个公司的好处是什么？为什么要做这件事情？其实以前我们讲什么数位化啦、digital life， 然后数据，其实我很没有感觉，我就觉得哦，对，好像为了做而做。对，为什么要做这件以事情啊？前我就会是为了做而做，但是因为我开始用 AI 后，我发现数据其实就是让 AI 懂你的底层逻辑。就是我常常也分享啊，就是在 AI 时代，你没有数据，就好像你出门没有拿 IC， 因为 AI 不懂你。哦，OK，因为 AI 的起家就是分析数据嘛，它透过数据来学习嘛，因为它本质就是数学运算，还有一些资料嘛，就是他们现在喂他们这些资料嘛，所以数据就是资料的一种。那当然，你公司的介绍、你公司的背景这些东西也是接下来也是要喂给 AI。那我举我自己本身的例子，就是我那时候在开始用 AI agent 的时候，感受很深，就是这边。我后来发现 AI agent 跟你普通 ChatGPT 或者是其他 LLM 对话最大的差别是它懂你是谁。当然你也可以说哦，我可以把一些东西放在我的 ChatGPT 的资料夹，它也会懂我。但那个本质性不一样，是因为像我现在有接一些 outsource 的 project， 比如说有一些人找我去做 consult， 那是不是我要推进一些 project 的时候，每一个案子的进度到哪里，我的 AI agent 是知道我的进度了。比如说我只要每一次，比如说我现在 A project， 我今天有跟他们开会，我就把这个会议记录喂给 AI， 然后 AI 帮我分析完就帮我更新 A project 的进度到哪里了。那可是我明天是跟 B project 的人开会，我一样的方式就对给他，所以他 A、B、C、D 的 project 他都有我各自的进度。那这个时候有时候我就会问他说，我 A、B、C、D 目前你觉得最大的卡点、共同卡点是什么？他就帮我总结出来。那你没有去累积这些数据，没有就我讲的，你没有这些 database，AI 是很难去帮你判断东西的。它只能用猜的，就很像你今天第一天进到我公司，我说 YX， 你帮我做我公司的某一件事情，你一定问我说那件事情是什么？所以你对 AI， 对你 AI 也是一样嘛。你今天他就是一个新进门的员工，你都没让他知道我进来到什么一间公司，或者是我进来到什么部门，我应该要做些我的 JD 是什么。那讲难听点，他只能乱猜哦，因为 AI 是一个很聪明又很勤劳的人，他就是帮你做，你叫他做他就做，然后他一定要完成目标。所以为什么很多人会说 AI 很笨？其实他不是笨，笨的是我们没有给他这些原始资料，所以他无法判断。原始资料是不是可以讲，就是一个更加了解你？比如说，我们回到刚刚的例子，就是假设我今天是我有2-3间店，那我可能如果我今天没有这些资料，我就只能够问，哎，我这间店的业绩不好，我该怎么 improve？ 那他只能够给我一个比较 general 的一个答案，怎么 improve？ 但如果我今天有办法让他看到，哎，我这2间的分店的销量或者是可能出货率是好的，但是这边的这个数据是这样，那我是不是可以透过这样的方式就得到完全不同的一个结果？你觉得那个结果差别大吗？或者是我讲实话，这是超级大。好，我就举我自己案例好了。像我前阵子在分析我自己的分店，你第一个你的店在哪里，你要让他知道。比如说我有一间店在 Kebon Manjaro 是 Street Shop Lot， 那可能有一间店在Sunway Square Mall， 它就是 Mall 的店。你看到在 Shop Lot 的店跟 Mall 的店的本质市场就已经不一样了嘛。如果你没有告诉他背景资讯，你只跟他讲说，我有2间店，有一间店生意比较差。如果一般正常人，他也只能用你给他的资讯去判断。AI 也是一样，他没办法去替你想。像我一开始用 AI， 我有这个问题，我就总觉得脑袋我都会有一个幻想 ，AI 是 superhero， 他是懂我的。我就心想，后来想想不对，我的这种想法也很奇怪，就很像你今天刚认识这个人，然后你好像他有读心术一样。为什么我们会期望 AI 也会这样子？当我搞懂这个底层逻辑以后，我现在每一个东西我都先把我尽量能给他的讯息越给越多，甚至我刚才讲说你不够的讯息，第一个你先问我，第二个你上网去找。像我最近我在分享我一个最近的案例，是我最近有一个 neighborhood mall 来找我，要我去那边开店。那我讲实话，那个 mall 一进去的时候，正常人看到会觉得这个 mall 应该不能。OK， 我跟我们的 CEO 去看那个店的时候，我也觉得我们的当下直觉，因为这个店就
没什么人流，你知道吗？ OK 感觉没什么人流，感觉应该又回到感觉。可是我在那边待了久，我会发现好像有一些潜在的机会是我没看到。第一个，这间这个 Neighborhood Mall 它也存在应该快10年，它没有倒，我就反思嘛，为什么它不会倒？它一定有一个底层的消费基础撑着它嘛。因为商业是这样，如果你没有这些流量，你肯定是完蛋。然后重点是 Mr. DIY， 还有一些大品牌，麦当劳 OK 都在里面。我也没得呢 OK 对，我就心想这个值得去判断，但是因为我不能再凭我感觉了，所以我回去跟我的 AI 对话的时候， OK 我就直接把我今天一整天的经历先跟他讲，甚至当下那个李欣在跟我聊天的时候，我是有录音的。我录音其实就是也是回去给 AI 读，然后李欣 team 他也有把他们的 project 的 layout 什么东西资料尽量给我，我就把这几样东西先丢给 AI。第一个是我这一整天我去看那个 mall 的感受，我真实的表达我的感受给他。然后第二个就是我跟李欣 team 的录音，第三个就是李欣 team 的资料，全部丢给他以后，我就跟他讲说，有人来找我们去这个地点开，我把资料丢给你，你先帮我看一下，你先收集这些资讯，然后不够的资讯你来问我，然后我接下来要判断我适不适合在这个地点开。他大概就过了大概20分钟，他分析完，他才帮我先总结这些资讯，我就先审核，然后他就有说还有几个板块可能要考虑进去。OK， 他那时候李欣听是有跟我讲说，他楼上租给一个很大型的 clinic， 这个是有录音录进去的。然后 AI 就提醒我说，这个东西他没有确定，因为他还没进来嘛。对，他是跟我讲说，可能这个人在卖你未来的东西，但是你现在的东西是你一进场你就开始在烧钱，所以你要先注意到这个点到底是不是真的。那如果你不想注意，你就要撇开，你就要以最惨的状况，假设他没有进来的状况下去衡量，算你的 ROI。我说很好一个点，我说我看完那些资讯以后说，那你帮我调我去上网查完它周边的人口数、人口基数，加上我自己本身我的客群主要都是华人客群，因为我们是卖猪肉，他就去找那边的华人数有多少。然后我说我们还有一个很强大的武器是外卖，我们外卖也很强。我说这几个武器是我补充资讯给你，然后他就在上网去找。他就帮我收集人口数，他就收集那边的人口数，总结就是那边人口数有10万个华人，还有加上外送可以送得到，大概有10万个华人。然后我就说，那这样子我应该要去看有没有人在市场上做华人餐这一块。他就说好，那他去找一找，他就说，他这样子进不去那个 database， 就是进不到 Grab， 他看不到 Grab 会把他挡住。对，当然有可能有一些工具可以，但是我现在能力还不到。OK， 我就说那有没有一个方式我可以做到的方式，我协助你，帮你把资讯抓回来？他说很简单，你打开你手机 app， 你打入那些我给你提供几个地址，你去那几个地址去抓完，去截图给他，我就去截，我大概截了50几张图片。对，这么聪明。对，我就截完50几张图片，然后我就跟他讲说，我把它放进这资料夹，你直接自己去这资料夹读，然后他就一张一张读。然后他就给我一个总结，他说：“你如果是在这个地点主攻外卖，堂食你就当做是 bonus， 这个地点可以做。”他说：“因为这个地点潜在华人的外卖需求量是非常高的，当然说竞争者也是有，所以你要注意是你跟别人的差距是什么。所以就这样，反正总结最后整个专案大概率是可以做了。然后 Mo 给我们的条件也不错，我就让我发现了有一套。”我未来可以导入 AI 协助我做选 location 的方式。我这样子想，会不会是因为你这个问题牵扯到的金额很大？比如说你需要投成本去开这间店，所以你必须非常谨慎，所以你必须把你能力范围里面可以找到的数据全部都要抓进来，你才能够确保你做的这个决策比较准。所以如果今天这个问题可能很小的时候，我就会比较随便一点，或者是我不需要这么多数据，我也会问 AI，然后我就用那个答案来做一个参考。对，但是其实你要让，像我最近是我在搭建我自己个人的知识库，这是我自己的，因为我就是想说，我不想要每一次都跟 AI 重复讲我重复的问题，所以我会跟他讲，以后都要主动问我说这东西要不要写进去那个记忆档，至少他可以记得，他下一次我就不用再主动跟他提。那当然你回到讲，我现在还是会问他简单问题，像我有时候想报名一个线上课程，以前我都是脑袋一热，我就直接报名了，然后就付钱了。对，现在我会停一下，我会把那个报名的网址先丢给 AI， 然后就跟他讲说，你帮我分析这个课程，
然后依据你对我的理解，我适不适合这堂课，跟这堂课对我会有什么帮助，他就快速的去分析。这个原本对我们来讲是很简单的问题，但是因为我多做这一步，他直接就帮我省掉蛮多。我其实对我来讲没有必要的，因为有时候我们买的是一个焦虑，他真的会跟我讲说，你其实买这个只是来解决你的焦虑问题而已，你觉得没有必要，因为这东西对你来讲帮助不够大。然后像我现在也会把一些书，有时候我们读完书，可能过一阵子就忘记了。但我现在读完书，或者是我看完一个影片对我很有启发，我就一样都喂给他。然后喂给他之外，我就说这个东西我得到了什么启发，一样喂给他我的输出。它就会结合帮我提炼成知识点，然后存到我的知识库里面，所以我的知识库就越叠越多内容。那以前回到你刚刚的问题，就是我很认同，就是你如果只是初学者，你就先解决你简单的问题，但是你越用，你越累积越多，你也要把这些数据再喂回去给 AI， 它才会越来越了解你，而不是你每一次都很像在跟新的一个人对话。简单就是一个沟通的效率嘛，就是我为了能够让这个专家他是直接知道，比如说我们当他是一个医生好了。我要让这个医生知道我的状况，我必须把我的整个人的病历或者是我所有的资讯都收集好。你的比喻超好的，就对，就是类似你去看医生，为什么医生要记录你的病历？不然你每一次去看医生，他都要问你，所以你是什么问题？你看你前面就浪费一大堆的时间，那现在你在 AI 时代，你浪费就一大堆的 token， 他要重新跟你对话，了解你，就类似你今天去面试一个新的公司，为什么你要把你的 resume 给他？至少让他懂你这个人大概的轮廓是怎样。哦，这样我就有点讲通，回到刚刚那个，这样我就突然间觉得，哎，如果我有 POS system， 我能够知道我每天下了多少订单，我有很多的成交的数据，我有知道什么样的订单是退订单，这些都是一些宝贵的东西，能够让我的 AI 更加了解我，我们就可以 skip 过可能前面花很多时间重新再找那些数据喂给他，然后最后才得到我要的那个结果。对，它基本上现在 POS system 它累积这些数据，就是你刚刚讲的，你就不用再去重新。就是整理好那些数据给他，你基本上像我现在要分析我的整个这间店的表现怎么样，我只要把这些 database 拉出来。以前我们还要请一个专家叫 data analyst， 就是来分析这个数据，但现在不用 ，AI 就是你最便宜、最划算的 data analyst， 你就可以把这些东西丢给他，然后你再跟他讲你这间店遇到什么问题，你想解决什么样的问题，叫他去分析。即使你觉得资料也不够，没关系，你先丢给他，然后你再反问他，你觉得有什么资讯是我不够的？因为很多人一定会听到我们可能这段，他就说，可是我可能 POS system 只有怎样，不用，你有什么数据你先丢，然后你跟他互动，他会给你 feedback。他说哦，可能你还缺了什么数据，像我那个时候在选点的时候，他也是提醒我，你应该要再注意什么。他甚至还跟我讲说，你不能只透过跟我对话去判断这个地点值不值得做，你要去现场帮我验证这几件事情。我就叫他帮我写成 checklist。哦 ，OK， 现场验证 ，AI 跟你说现场验证。对，他说你人还要去到现场去看算人流量，稍微算一下人流量，然后高峰期、低峰期，然后高峰期是哪一些人来消费。那除了 POS system 之外，因为我不了解，因为我进到一个餐厅，我只会记得我是怎样点单的，然后后面发生什么事我当然是不知道。所以除了 POS system 之外，你觉得还有什么样的工具是能够帮助大家收集数据的，而且是很重要的？那我自己可以想到，可能就是 accounting software。那除了这个以外，我就不知道还有什么了。OK， 如果我们来几个面向讲，刚刚讲的是关于到 revenue， 就是 sales 嘛，sales 就是关于 POS system， 就是我觉得这个是可以直接收集数据的。然后还有很多人会忽略，也是我之前会忽略的，你有没有你的菜单？菜单，对，你的菜单你要喂给你的 AI， 让它更了解你卖什么菜。菜单，OK。你知道，因为这件事情，我又重新把我的菜单 digitalize 一遍。以前我们的 digitalize 是什么？我们都是生成图片，可后来我发现 AI 读图片超难读，而且它很难抓到精准数据。我就准备成 Excel 档，就是菜名、卖价多少钱，然后什么介绍。我就叫他帮我重新再做一个电子版 AI 读得懂的菜单，因为这东西也会连接到接下来的那个 GEO， 就是 AI SEO，AI 怎么搜寻得到你的资料档？菜单你把它 digitalize， 它就变成一个数据了嘛。再来就是你的刚刚你讲的 accounting software， 还有基本上你在店里面的，比如说你的成本表、你的盘点表，很多东西都可以变成数据的。因为 AI 有这些东西，你就可以玩很多的。比如说，像我现在推一道菜，我可以问他说：“我说我这道菜我不想要用其他的食材用，我只要用我店里面现有的食材。”
那他有了这些数据，他是不是可以直接快速的帮我直接说，好，我推荐你现在这个菜单上面有几道是可能你可以推出去的东西。那如果他又有你 POS system 的资料，他是不是可以分析说，比如说你的大部分的顾客都喜欢鸡肉产品，他就可以先专注先帮你推鸡肉产品出来，让你去研发。所以食材也是一个不能只是你头脑里面记得，它必须是电脑也要完全有一个记录，你的食材每次是定多少，对，才能够做到后面这些东西。对，所以当然我才说你的资料越多越好，因为这就是你未来你怎么样跟别人拉开差距的方式。因为现在很多人还在用很传统的方式，然后日复一日在做同样的事情。对，那你会玩 AI 的人，他会玩数据的这底层的时候，他就知道怎么样快速的收集数据完，然后赶快丢给 AI， 快速的迭代。那我们再来聊关于 AI 的部分，因为其实我之前最印象深刻的就跟你聊天的时候，我就发现你在不断的告诉你的团队要怎么用 AI，但是在这个过程中，你觉得让团队学 AI 是一个很容易的事情吗？因为其实我从我的角度来看，自己学是看自己的兴趣嘛，可是如果你要让其他人愿意去学 AI，我觉得是一个蛮大的一个挑战，尤其是不管是什么行业，我觉得都有同样的，就是会有，我觉得现在目前只感觉有两种蛮极端的，一种会觉得什么事情都可以靠 AI，我的人生会过得很轻松；，另外一种人可能会觉得 AI 是一个不好的东西，是一个抢走我工作的东西，所以那我为什么要学，或者是学了之后会不会影响到我的工作？你怎么看这个事情？ OK， 我先回答你第一个说带团就是让团队去学 AI 这件事情。我觉得如果啦，你的心态是你 expect 团队自己会去学，那你就会很痛苦。因为讲难听点，他有没有学 AI，他都是做这份工作，他都是领一样的工钱，他干嘛？我讲难听点，学习是痛苦的，他干嘛要额外屁股痒自己去学 AI？除非他有兴趣嘛。所以回到我前面有聊到，就是如果你真的希望你的团队开始学习 AI，你老板本身或者团队领导本身要带头，这个是最好的。尤其学 AI 进步最快的是大家一起交流。就像我们今天在这边交流，可能你今天我分享了我自己使用的 use case， 你回去就有很多 idea， 然后你分享了你的 use case， 你的使用场景，我也会有很多 idea。就像那个时候你上一次跟我分享那个 AI search 的东西，我回去就超多 idea， 我就回去反思，我这间店为什么没办法被 AI search 到？然后我就丢给 AI， 我问他为什么，他就给我说 why， 他跟我讲为什么，然后我接下来就问他，那好怎么做？然后我们就开始做，然后回到刚刚团队学习嘛。当我做完这一些的时候，我就把我的学习心得，像我现在跟你分享一样，我就分享给我团队。Okay. 我在开会的时候就跟他们分享，然后是以那种类似玩游戏破关。你知道学 AI 有一个乐趣，就很像你在玩游戏破关的感觉。当你带动了起这个气氛的时候，其实团队会被你感染，因为当他们遇到一些问题的时候，以前是这样，以前是团队遇到问题问我，我在用我过去的经验嘛，我的知识跟他们讲，你可以怎么解决问题。但现在是他遇到一个他很棘手，当下没办法解决问题，我会跟他们讲说，你们先问 AI， 然后你 AI 跟你讲什么，你也跟我讲，我同时也在学习，然后同时我会跟他讲说，你再跟他讲我们的经验是这样这样这样，就跟 AI 互动。所以大家现在也学习习惯，就是那我先问 AI， 问 AI 还不能解决，那我再问老板，他还有什么其他解决方案？那老板如果自己也有加上他自己的 AI， 那大家都是，你知道那个叠加是非常恐怖的。你就想象每一个人现在身旁都有一个 IQ 很高的，就是导师，对，导师在协助你。那你这样子互动起来，你的质量就会瞬间拉很高，而不是你只会停留在发现问题，可是不知道怎么解决问题的阶段。那现在我们发现问题之外，我们大家还可以给更多的解决方案。这个质量，甚至我现在开会，我都觉得我们的质量提升很多。因为以前都是我不知道其他人啊，我以前发现我们公司自己开会，大部分的时间都在听别人报告问题。OK， 就是我们这周遇到了什么什么问题，我很少听到是 solution。但现在很多开会是问题报道很快，但是他们会直接跟我们讲 solution， 因为他们现在多了一个工具是 AI 可以协助他们讨论，甚至 AI 会有时候会给他们 think out of the box， 就是跳出那个思考框架。他们说哇，像我最近也是在整理一些好用的小工具，就是想要帮助那些实体店的老板或者是餐饮业的老板，像
你怎么算你一间店几时可以回本，然后你做多少业绩可以不会赔钱。以前我们这些东西要花钱去上课，那基本上现在我把它做成用 AI 把它做成小工具，你不用再花一笔钱去上课，你直接用这个小工具就可以算出来，而且这可以直接快速的判断这间店可不可以值不值得投入。所以你觉得目前为止让团队去使用 AI 是一个不难的事情？人家讲万事起头难嘛，但是你自己要建立起那个习惯，加上你自己已经融入里面，你会发现真的不难了，因为你自己都享受在其中，然后你把这种欢乐的感觉一起传递给其他人，不管是团队也好，或者是身旁的人也好，他们会感受到那个感染性。但最怕就是你只是一个命令式，你们现在要学 AI， 马上用 AI， 这样，你自己都不懂，你怎么样去解决别人的问题？好，那我讲一个最现实的，团队用 AI 遇到问题的时候，他问回你，你不懂 AI， 那你这就落赛了嘛。你那时候讲难听点，团队也会想，哇，你都教我学，你自己都不懂哦，那我干嘛学？就回到那个恶性循环。所以当我搞懂的时候，我自己带头，反而就算现在我不是为了分享给团队，我自己都玩到很开心。为什么我用"玩"这个字？因为你带着这种玩乐的心态，你去学 AI， 你会觉得很开心。你不会是为了做而做，就像以前我刚刚前面讲嘛，你不会为了做系统而做系统，而是你明白你就是在体验这个东西。然后有时候让你体验完这一条路被我打通，我就把它变成一个我懂了 SOP， 复制给团队，然后团队再做一次，他也很有成就感。这个我可以举一个案例，就是那个时候我们遇到一个很大的问题，我们设计一些新的菜品，我们要做一些 promotion。以前这个流程大概来来回回加印刷出来，差不多整1个月跑不掉，因为你光前面的设计，你大概就花2-3个星期讨论，还有来来回回改设计，我就觉得这不对，我就觉得这个流程一定有办法透过 AI 协作来优化，我就跟 AI 聊我的痛苦。你看我一想到这个痛点的时候，我就先跟 AI 讨论，痛苦都跟 AI 说，对，我就跟他讲说，我现在团队遇到这个问题，你觉得我可以怎么做降低他们这个痛苦？然后他就跟我分析，他就跟我讲说，其实你们现在团队遇到最大的问题是，主管想要的设计跟设计师设计出来的东西跟你是不贴力的，不是你想要的，你们就会在这边来来回回。但是有没有中间一个 balance 的点，你有没有找到？然后我就说确实，我就说那有没有什么方法解决？他就说那我建议你说，我们设计一个评分标准，是让团队可以马上快速的知道他一开始设计就有没有达到评分标准，如果没达到评分标准，就不要send上来给主管。好，他就先设计评分标准，我就叫他去抓世界上很厉害设计这些 poster 或是这些 promotion 这些海报的大师，然后作为那个评分标准。然后我就说好，设计完评分标准以后，我说那我自己测试一遍，我就随便说我现在要设计一张海报，怎样，就跑那流程，他就跑完出来这评分标准。我记得那时候我拿大概有3分吧，满分是5分，我大概只有拿3分。然后他就跟我讲哪里做不好，我就想说不可能我自己做，因为我不是 designer， 我就说那我团队遇到这个问题，那他要怎么做？他就跟我讲说，那我接下来可以帮你做些什么事情。总之我快转一下，快转到最后，我们把它沉淀成一个 SOP， 我就把这个 SOP share 给我的 designer manager。然后我就叫他自己跑一遍，我就跟他分享我的东西，我就给他看我的成品。我成品出来是一张海报，然后是放了我们的食物，然后价格。一开始我没有先跟他讲我背后做的事情，我只是给他看这张海报。他说还不错，谁设计的？我就说我设计的。他说怎么可能？因为我不会设计嘛。我就说我用 AI， 我就说让我把这个 SOP pass 给你。他就很开心，我就把这个 SOP pass 给他，他自己回去玩。他回去玩以后玩了1晚上，他就跟我讲，老板，我又把这个东西又优化了。那一刻我就觉得很开心，你知道我们是以前都是老板做完一切的东西以后 pass 给他就没了，他可能要么照做，要么没有做。但现在是他们有 AI， 就是他可以把我 pass 给他的东西先丢给 AI， 学习完以后，他再跟 AI 玩一次确认没问题以后，他再想办法把他原本的东西优化。因为他有很多工作上的细节是我不可能无时无刻看着他嘛，我也跟他分享我把我的问题丢给 AI 的过程，他也把他的问题丢给 AI， 所以 AI 就一直帮他优化这些东西。
然后到现在他们基本上3分钟就可以出一个大概的概念图。当然你说一些细节一定还是要人工微调，但是至少省去了我刚刚讲的2个星期的时间，3分钟跟2个星期，我一定选3分钟。我剩下的时间，我就跟他讲，你们设计省下的时间，我就宁愿你们自己去做你们想做的事情，因为我们要的是结果，我们要的不是你很多努力的过程。反正我这样听下来，是不是讲所有的老板是没有办法逃脱的？就是你不可能是在你自己不碰 AI 的情况下，但是你的团队都碰完了 AI，你必须自己一定要下手，就它已经变成是一个每个人必修的一个技能，是不是可以这样子理解？如果你真的够有钱，你够有budget，你可以找别人代替这件事情，那我觉得是没有太大问题。比如说你真的什么东西都不想管，你就是希望有人帮你搞定这一切，那最简单的是你付专家来解决这件事情。比如说，假如你付给我这笔钱，我帮你带你的团队嘛。如果你真的没有办法，你没有时间去付出，但是我相信不是很多人都有这个 budget， 所以我会讲，如果最快又可以带动团队使用 AI， 最好是自己带头，因为这个时代你没办法再停止进步。以前你可能30年、40年可以用过去的经验经营，你不觉得最近这几年变化很快吗？如果你在这个变化快的时代，你又不愿意学习，那你只会被淘汰而已。所以人家才讲嘛 ，AI 不会取代别人，是取代那些不愿意学习、不愿意改变认知的那些人。你看哦，以前是 vibe coding， 就是写那些代码，刚出来的时候，一堆人一直讲工程师没用啦 ，engineer 没用了。你知道现在很多很强大的大神，全部都是工程师，他们是透过跟 AI 合作，他们快速的迭代他们现在写程式码的方式，他们才可以提供那么多好的工具或者是好的解决方案来解决这些问题。像我刚刚很多这些内容也是看一些 engineering， 因为 engineering 以前最大的问题点是他会做，但是他没办法用正常人类听得懂的语言讲给一般人听。但现在有了 AI 可以帮他补足这个缺点。那可能以前我不懂技术，可是我只是听得懂人话，所以我就用听得懂人话的方式跟 AI 协作，它可以做完技术的部分，所以它可以拉平我们很多缺失的部分。像我不会学编程，那至少编程我可以交给 AI 做。这个有另外一个角度，我觉得看老板的部分，如果是看员工的部分，他们会不会觉得好像，你本来不会设计，现在你可以设计一个东西出来，他们会不会感觉到自己的工作被威胁？那怎么样把这一个压力变成一个让他们反而去学 AI 的一个动力？我还是觉得是这样子。如果你今天学习是被逼迫，或者是你是非自愿的，他这件事情没办法持久。所以只要你有这种思维、这种心态的人出现，他大概率被淘汰的几率是非常高的。那我反而是透过这件事情来看筛选人。我分享这东西，我会看他的反应。如果他的反应是像你讲的，就是他很怕自己被淘汰，在那边纠结。但有另外一种人，他是看完他是兴奋，干好强哦，你怎么做的？这种就是人才。他虽然现在不知道，但是他是兴奋，他是正向积极的，他愿意跟你学习，那你跟他工作长期下去是没问题。但是那种永远一直悲观，然后不愿意学习，然后又受害者心态，我跟你讲，他到哪里都没办法活下去。就算我不淘汰他，他迟早在别的地方也会被淘汰。我觉得那已经到了认知的问题，那已经不是说要不要逼迫他。难道我们这些老板要被逼迫才能学习吗？我们也是因为觉得说我们想要变得更好嘛，我们一定是主动去学习。所以你觉得是心态主动反而是更重要的？对。那会不会这是一个你现在看待一些，用我们讲毕业生，我自己觉得感觉上是被 AI 压抑到最惨的一代了，因为他们没有真正实际的上手经验，但是学校的经验肯定也没有外面的人这么经验那么多，可是出来他不只要面对人的竞争，现在还要面对 AI 的竞争，甚至好像包括不管是我们自己公司，或是我看到别人公司，我们都已经没有再花这么多钱，或者是没有这么在看可能我们讲刚毕业的学生，因为我们觉得我直接找一个更有经验的人配上 AI， 我能够做更多的东西。可是如果找一个毕业生，我还要教他，甚至我还要教他怎么用 AI， 甚至我要教他怎么用行业的东西。所以你怎么看？就是毕业生，或者是你觉得什么样的毕业生会是你觉得你公司或者是你觉得是合适在这个 AI 时代下面的？我觉得这也不是毕业生的课题而已，而是
就一样回到那个心态问题。你自己本身是，如果你接近要毕业，然后你也对未来就是很迷茫，那回到你自己本身，你觉得你可以做些你可以为这个社会创造什么价值？因为商业世界是很残酷的，就是如果我今天我的企业没办法为社会创造价值，我自然而然我这个企业就会被淘汰，因为赚不到钱嘛。那人家愿意给你钱是什么？因为你能帮他解决问题嘛。所以回到自己本身，你先不要去想你能不能找到工作，而是你先去想你手边有没有一件事情你做到别人愿意付你钱，或者是可以解决别人痛苦。比如说你很会画画，你能不能疗愈别人？你看那个泡泡玛特，他不就是疗愈别人，卖盲盒疗愈别人，所以他的市值可以创造那么高。那你今天是做什么东西？你做什么？你学什么专业也好，重点是你的专业到底能不能解决别人问题，而不是为了做而做，为了学而学。那你没有办法为别人解决问题，你自然而然你就没有价值，没有价值，当然你就赚不到钱嘛。所以回到最底层逻辑，我们不要去想我们要找什么样的工作或者是怎么样，而是你身上有没有一件事情，一定有的。你如果真的从小到大到现在没有一个事情可以让别人愿意为你买单，那真的要反省的是自己。但是我觉得我现在应该几乎没有遇到，人家讲天生我材必有用，你一定是有一个你很擅长，只是你没有引导的人协助你去挖掘而已。那当然，这个有一套很简单的工具，甚至几乎免费的，你就是可以快速的去知道自己天赋嘛。就像 MBTI， 你至少知道你的专长在哪里，专长在哪里之后，你可以去验证。很多人会觉得很奇怪哦，天赋跟我会的东西其实是有差距的哦。OK， 我举例来讲 ，Michael Jordan 天生来他会打篮球，但是如果他不去碰篮球，他也不知道。所以你既然知道你的天赋是这个的话，你就应该去尝试看看，即使你过去没有学过，你去试试看，你就有机会为别人创造价值。那我们回到餐饮业的话题，回过头来嘛，还是你觉得 AI 对于我们讲3年，因为我觉得现在其实讲3年都很难了，对吧？未来3年，你觉得 AI 在餐饮业上面可以做到什么样的影响？还是说其实没有，还是其实还好？3年，你说在我们这个餐饮行业嘛，对，可能你未来会看到的是为什么那些做连锁有系统化的人，他会，因为就我觉得会两极化。就我讲，你如果真的只是雇一间店，其实别人很难打得赢你，因为你就是那一区的王者。你比如说在这一区这个小区，你经营了20-30年，人家怎么干得赢你？就连 AI 来都很难干得赢你。他可能顶多收集很多数据，可是你会发现有一些人他是冲很快，未来可能会有很多小型的企业、小型的餐饮业，他一开始一上来就知道他要做连锁，所以他从一开始就是在系统化、数据化，然后再结合 AI， 他可能很多发展策略是别人没有测试过，但是他快速的迭代，你会发现那个差别是非常非常大。就一样，我就会回到本身，最后会回到你自己本身的判断，你要的是什么。AI 只能放大你原本有的东西，你原本没有东西，你放大就是0乘上 AI 还是0嘛？乘上多少是0？对，反正就回到你自己本身，你平时在学习什么，就是你看事情的维度跟你看事情的角度、价值观，这些都是很重要，因为这东西会乘上 AI，又会放大更多的东西出来。就换一个角度，如果今天让你重来一次 ，OK， 你没有任何的分店，我们重新再开过多一个新的产业，你觉得现在有了 AI， 你会做出什么样的事情是不一样的？或者是可能先 focus 的3件事情会是什么？我会先跟 AI 聊天，聊个7天7夜吧。OK， 先去把数据收集回来，就是不要再凭感觉，就是我今天想做什么餐就做什么餐。像我之前创业是因为我妈妈本身就做台湾餐，我就想说，我不然直接 copy 她的，换成我自己品牌，再做成我自己的。在这条路走的蛮辛苦，因为毕竟我做的是20%多的市场，就是华人市场。在扩展上面其实天花板是很有限的。那你现在让我从头来一遍，我就会先收集数据，我先确认我卖的东西跟接下来这几年是市场的需求来判断，然后再来就是我怎么样用最低成本来验证，再来就是再去验证完以后，我们收集数据，不断的迭代，打磨出那模型，我就会开始扩张。OK， 这个是我自己的观察，我不懂是不是正确的，但是我在那里的时候的确感觉到比较压抑，加上我是外国人，那时候对我来说在台湾的地方创业是更加难的，我也可以感觉到那里的人没有多少个人，不像马来西亚，其实马来西亚好像我的同学当中想创业的意愿是比较多的，我觉得在台湾整体想创业的意愿是比较少的。
那假设今天真的是有台湾的朋友是想创业的，你会有什么建议给他们呢？我会建议尽量把成本压到最低，千万不要一开始就算你有资金好了，也不要一开始就把资金投入进去，因为要先验证市场，到底你的市场到底有没有人有需求。我自己最大的感触是，很多时候我们停留在创业前，我称之为叫无敌状态啊，就别人跟你讲很多意见，你其实是听不进去的。因为我自己也走过这段路，那时候开店前，别人跟我讲什么我都完全不传，我就觉得说那是你们遇到问题，不是我。可是后来发现，一一验证别人那些前辈讲过一些意见的，都是会遇到的问题的，所以就让我也走了很多弯路。所以后来我发现，有时候我们要自己拿掉自己的 ego， 多去收集数据，尤其现在 AI 拿到数据其实很相对简单，接下来你怎么验证而已。所以你能用更快速的方法去验证，你的成本就降到很低。它也相对变得比以前简单很多。像我以前要下很多资料，我是找不到，尤其很多人是没有做 Google SEO 的，对，我连供应商都找不到。哦，OK，对，但台湾是相对已经很成熟，所以你基本上我觉得创业资源是有了，只是在于你怎么捞。我觉得还有最重要是要有一个你可以持续学习或成长交流的一个圈子，至少问这些人，宁愿多问不用什么成本，问就是你的时间跟你的口水，就你去问他。他不打你那没差，但你不愿意问那是你自己的问题。我觉得很多时候华人就是卡在不愿意问，所以你尽量去问。我觉得相对重要就是你最好找到适合你的天赋的方式去做。我从我的角度，我会觉得同一件事情市场上有很多不同人的讲法，所以我会觉得，尤其是在 AI 出来过后，整体的杂讯变得很多。对，那你觉得，身为创业者也好，身为一个使用 AI 的人也好，你觉得怎么样可以找到真正需要的资讯，而不是可能走错？因为想想看，你讲我们目标是不要走弯路嘛，可是我可能会因为我太认真在搜索，最后我反而选了一条可能别人不能成功的一条路，反而走很多这样的方向。这个可能就会有点玄学啦。我会觉得你去算八字也好，或者算紫微，或者算什么，像我自己是用数字易经，我先找到天赋是最快，因为每一个天赋有属于它适合的方式。我把这东西，像我自己，我算完我的数字易经，我把我的天赋资讯全部喂给我的 AI。OK，这个也然后，可以耶。因为我的天赋资讯是我跟 AI 分析出来的，所以这些是框架，我就丢给 AI。所以现在我在做很多决策的时候，我的 AI 是会提醒我的这个东西不符合你的天赋。像我有时候我做很多 research， 它就会说你这个是某一个能量在发挥作用，所以导致你在透过看似做很多事情来逃避完成这件事情，它会提醒我。我有时候都在 research， 没有再去成交别人，他也会提醒我，他说你没有在发挥你原本的什么天赋去成交别人，因为我天赋就是要去成交别人，讲难听点就是去卖东西。可是你看到有的不是我的天赋，我去卖东西，他不会成功，但是我去卖，大部分都会成功。所以用你适合你的东西，比如说像我今天要卖你，我说我7月有一场线下的课，线下分享会免费的，你看你要不要来？这个也算一种卖，因为我成交的是你对我信任。对，他会提醒我你要去做这件事情，你要去邀约别人，你要不要再去做一大堆东西？因为有时候就会紧张，就会想要躲起来继续做。OK，对，所以我会觉得说，不管你是哪一个派系，你要用西方 MBTI 也好或什么，但是你至少要有一个 guideline， 不然其实像你刚才讲的，很多资讯太过爆炸。其实你看，你说八字也好，紫微也好，数字易经 MBTI 也好，他们也是一个大数据。过去他们可能有几千万人用过，大部分这些人都有什么某些对规律，所以它相对比较精准一点。我觉得你透过这个再结合 AI 会快很多。但如果你说我什么都不信，那也没关系，那你就可以先去撞撞看。我觉得创业没有不可能不犯错的时候，一定会犯错，只是犯于大错小错，还是你怎样绕回来，快速的迭代才是最重要，才是在这个变化时代最重要的。最怕的是什么？我要一路到底都是这样子，那你在这个世界上会很辛苦。我突然想到，你突然刚才讲犯错，我突然就在想，因为现在很多人在用 AI，包括我们公司自己用 AI，都会面对一个问题：我应该给我的团队多少的 token， 或者是如果他今天不小心烧了太多的 token， 谁来承担？你怎么看这个事情？我会觉得啦，也是看你们第一个要先看你们工作内容，应该是说我会觉得你有一个limit就好，你上限达到就达到，做不完我们就来反思，甚至把这个问题回给 AI， 为什么 A 跟 B 做一样的类似的事情 ，A 会 hit 到 limit，B 不会，B 还有一堆 limit，
我跟我们家 CEO，他一样是我们俩都是做 PPT，他一做马上就 hit 到 limit 了。我做完 PPT 做完80%还没 hit 到 limit， 那一定是哪里出问题，我们就回去检视流程，还是他为了太多东西，导致 AI 都在花很大量的 token 在读他的东西，没在搞清楚。我们其实核心主旨是要设计 PPT。所以可以讲 AI 就是一个你把它当成玩，当成是一个实验，但是这个实验就必须是有成本的，所以你可能需要准备一个 limit，让你的团队去在里面去试错、去玩、去实验，但是可能出来的结果甚至可能是跑偏了，但是要做的是检讨，而不是禁止。对，我觉得要做的是反思，不是去禁止，因为你禁止你就等于是你 cut 掉一个让你自己可以持续进步嘛，一定会犯错。像我今天早上才干错一件事情，是我的网页我发现传WhatsApp 给人家的时候它是点不开的，但是奇怪了，用电脑点得开。可是你看我没有传给别人的时候，我是不知道这个东西，我不会知道我有这个问题，我就刚刚就在跟 AI 去聊这件事情，这个东西怎么优化，一个个去排除。那回到这件事情一样，你说 hit 到limit，那我们就去反思，到底是做了什么流程导致limit会烧得过头，一定有解决方案，甚至现在有很多大神都已经把解决方案 open source 给大家去看。所以我有时候遇到问题，我就会先跟 AI 讲说，我现在遇到这个问题，有没有市场上已经有人解决完了？我直接去找大神啊。我记得之前有跟你分享过，我会把一些以前的大神的所有的 database 拉下来，把它变成一个 skill， 把它变成一个他可以协助我做判断的一个军师。所以我在做一些决策的时候，我会问他们。这个军师是一个但是仅止于网络上有很多资讯的人，所以我才说嘛，在这个时代，你未来要被别人搜寻到，或者是你未来是要成为一个有影响力的人，你要开始累积数据在网络上，我们叫 digital footprint， 数位足迹，你到底有没有？所以这也是为什么今年我开始做自媒体，我每一天日更一篇文章，其实也是误打误撞走对了。在 AI 时代，我其实就在产生数据。所以你说我现在可以不要做自媒体，可以，但是变成是你要做好心理准备，可能 AI 的时代是没有你的资料。那就像我讲的 ，AI 时代没有你的资料，你就等于没有 IC 在这个世界上嘛，因为找不到你任何相关资料。对，我其实现在每次去见客户之前，不管是什么人，不管是合作伙伴、客户都好，我都会先去上网看他的资料，对啊，那个了解，再知道他可能偏向什么方向啊，这样子感觉聊起天来会比较容易，你效率就抓到很高啊。或者是投其所好，我比较容易成交我想要成交的东西。可是他就会有很多人是完全没有数据的，但是也有一些你就可以看到有一些人真的是已经有很基础的一个资讯，可以到处都可以找到他，你就会自然而然的觉得这些有数据的人好像比较厉害也好，或者是感觉他们做的事业比较成功。但是如果是一个完全陌生的人，或者是没有数据的人，你可能就会信任感反而会降低蛮多的。我觉得在一开始见面的时候会有这个感觉，除非你学会如何当面看人，可是这东西就你也要花时间跟经验去累积，你没办法说我今天一上来我就可以看，除非你去学看面相。可是这个一样，就是数据累积。为什么面相会准？因为它又是另外一层大数据了。所以你会发现人其实离不开数据了。我们之所以为什么以前感觉不太需要，是因为后面运转的一些系统是被别人包装过了，它其实背后也是数据在运转。就像我今天帮你算命，我跟你讲出你的命是怎样讲，其实背后也是有一套运算系统，不然我怎么算？那只不过易经就是古人的大数据系统。那回到现在这个问题点，就是我们到底怎么样去掌握运算系统？市场上其实有很多人已经在做这件事情了，我们就是去学习、去优化，我们怎么样把它套用到我们自己人生上面。像我自己有一个老师，就教我数字易经的老师，他就是在做他叫人生决策系统，他就是把很多易经的资料灌进去，协助别人做决策，就一些重大决策。我自己也有用，我就觉得蛮好用，是因为就像你刚刚讲，你去谈客户，那你谈客户是不是提前拿到他的名片或者是他的公司名字？因为我们的数字易经系统是拿人家 IC 去算，所以我会去查对方的 SSM， 把要跟我谈的那个人的 IC 丢进我那个系统，跟他聊。我就用他的语言去跟他讲话。我觉得这个会有两种走向，一个是好像我自己，我就会觉得，哎，你这个系统，我是不是也可以叫我的 AI 上网去抓到这个数据，这样我也可以自己做一个啊？那我为什么我需要听老师的这一个系统？另外一种就会觉得，哎，这些都是不可信的啦，是只有这么多不同的类型，我根本好像大家都是在没有一个真实可以佐证的东西。我为什么要相信这种东西 ？OK，我们先解答第一个，就是说他可不可以自己去抓？可以的，
但是第一个，你抓回来你怎么知道它是对还是错？因为你没有背景知识，你无法判断你抓回来资料到底是可以用还是不可以用。因为就会像你讲的说，每一种派系都有不同的说法。那最重要的是，我为什么要跟着老师学？是因为我把他这一段人生经历直接透过短时间把它说完了。说完了之后，他又把他的这一段人生经历加上他学完易经的东西，再喂给 AI。那我干嘛要再重新造一颗轮子？就像你今天要叫 AI 跟你教会你如何造一台车，可能是很快的，你也会学，你可能自己学完以后你知道怎么造一台车，但你不会自己去造一台车，你会觉得哎，你造完你算完成本，哎呀不划算，我不如还是买车好了。所以我才说你要懂，这个时代懂的是判断，因为你接下来所有成本都会降低。对，那接下来就是你怎么判断这些东西是对的、错的，怎么样适合你的。我觉得这个在接下来这个时代很重要。那你说，怎么判断？我觉得最简单就是去试哦。就像 AI，你怎么知道哪一个东西适合你？你怎么知道 Cloud、Gemini、ChatGPT 哪个适合你？我怎么知道？我只是喜欢跟 Cloud 讲话，但是有的人就喜欢跟 ChatGPT 讲话啊。那我们就接这个，蛮多人，不管是听了今天，或者是他本来就对 AI 很有兴趣，但是他一直觉得很恐惧，或者是他觉得会浪费钱，所以他想要一个比较可靠的推荐他。比如说，你就用 Cloud 就好，你会推荐他可能3个工具，你会选哪3个？我先讲一个诚实，我3个工具我都有订阅，因为这3家他们都在竞争当中，他们没有一家已经统一全世界，所以像我自己画图选图，我就很喜欢用 ChatGPT， 因为它现在做出来比较漂亮。但查一些资料或者是写一些知识文章，我还是喜欢用 Gemini， 它的语气语调，我怎样劝其他都很难劝出来。我觉得，与其我再花时间去 train 其他的，我不如用 Gemini。Cloud 就是帮我做日常的工作，它现在是我的 AI agent 都是 Cloud。那当然我有另外一个 AI agent 是 Codex， 可是 Codex 我用的不多，它主要是帮我生成 PPT， 因为我喜欢它的渗透功能。对，那剩下的有什么我就测试。所以我觉得不要恐惧，没什么好恐惧去用，因为现在很多工具基本上都有免费试用期。你就尽量在免费试用期把它用到爆，用到好像这个就是我要的。你先从一个开始，你也不要学我全部都定。我是因为真的刚好都用到我才全部定。那你用不到你就不要定，就这么简单。你现在用得到多少你就定多少就好了。我觉得还有一个重点就是你不要一次定1年的，我在这边吃超多亏了。有一些工具我定1年，妈的，结果下一个月另外一个工具比它更强，我就浪费钱。我也是一样，我现在也是有好多个工具是没有再打开，它还有8个月的订阅，可是我不想打开它，因为帮助不太大了。那我觉得我们最后来做一个结尾，想要跟可能在做这产业的人，我们讲到 AI 落地，或者是有什么话想讲，或者什么建议，或者是什么方向是你觉得现在应该要去看的？我觉得是这样啊，总结就是，如果要给那些做实体行业、餐饮也好、零售也好这些老板，你们真的想了解 AI，第一个敢先去了解，第二个最好找到一个可以一起交流的圈子，找自己身旁的朋友讨论也好，或者是可能你上一些课有一些圈子也好，不要害怕去学习，因为反而我觉得学习成本是最低，虽然一定有一些会踩到坑，可是很正常，因为市场上就是这么多人在做，那如果你不想踩坑也没关系，我现在从7月份开始，我每一个月都会办一场线下的，就是免费的，就是分享 AI 老板怎么用 AI 去放大他的生意。我主要就是因为我想要开头一样带头去做这件事情，是因为我希望可以，我知道做很多实体行业的老板很苦，我自己也是很苦的那个人，所以我希望可以透过把我一些心得分享给大家。那你说我想要做些什么？我希望是把这些人一起聚集起来，因为你看一个人的脑袋有限。那一群人的脑袋加上一群的 AI， 那不得了。我希望我打造这个圈子，希望大家可以一起的交流讨论，怎么样把 AI 用在自己的门市。因为有可能这些门市在我这边跑得通，在你那边跑不通。这个时候我也会反思，为什么跑不通？我就会找原因。那解决了是不是我今天又解决你的问题，我就很开心。我说那这东西可以套用在更多的人身上。那我觉得这个圈子越做越大，它才会有一个整个市场才可以上来。这个是一个很奇妙的东西。如果你今天市场只有你赢，你能享受短暂的好，但你会发现，你最后你会觉得你很孤单之外，在这个市场不是这样运作，一定是一群人一起变好，你才会整个市场变得更好。
这是我自己的理念啊。我这样听下来，好像是现在我们不应该把 AI 当成是好像以前是我请一个 account 或者是我请一个 marketing，它不是一个外聘的东西，它必须完全是回到你整个公司的文化，或者是你有没有建立这样的一个圈子，它更像是我们平常讲的读书会，我感觉比较像是这样的一个形式，你才比较容易让你的整个企业也好，或者是你的整个生活也好，都导入 AI，对吗？必须得走到这个程度，所以有更多人一起交流，有一个互相持续交流的一个圈子，其实是现在更重要的一个。不管是你自己在团队里面开始，甚至跟外面的人有更多的交流，会是接下来不被 AI 焦虑也好，或者是不被整个 AI 带偏，或者是会有很多的一些末日论的一些想法。我觉得这个是一个最实际，也是一个最可以落地的一个方向。我觉得这个东西很多人会就是一样，每一个时代在转变的过程中，有的人会悲观，有的人会乐观。那我觉得，尤其在这个变化高的时代，我觉得尽量保持乐观，因为你如果悲观，其实也活得很辛苦。其实我们来到这个世界上，都会有一股无形的力量推着我们往前走，不管你接不接受，它就是推着我们往前走。你今天就算不吃饭、不睡觉、不怎么样，你的人生还是会跑，它跟时间一样，还会一直流动。你与其很痛苦的接受，不如你快乐的张开双臂，我们就来面对。我也不懂 AI 会变到怎么样。可能几个月后，我这段说辞会被推翻，那也无所谓，是不是我又可以学到更多新的东西？所以为什么我说用玩乐的心态去学 AI？你就当做是在打游戏。你知道我因为有 AI 的时候，我前几天才跟我老婆聊天，她就有问我，她说你最近没有在打 PS5？我说你知道有了 AI 以后，我根本就玩不了游戏，因为玩 AI 就很像在玩游戏一样。今天这一关破了，明天就有新的一关，觉得我可以再去突破。所以我觉得用这种心态，你就会觉得我们一直在迭代自己。好，那我觉得今天的采访就到这边，谢谢你的时间，Simon，感谢。谢谢。